如果你要做视频转绘，也就是将一个视频生成另外一个视频，怎么才能得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呢？你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其实很容易回答啊，只要做好3个方面就可以。第一个呢叫做画面的控制，第二个叫做动作的控制，第三个叫做细节的控制。今天呢，我来教给你细节控制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啊，叫做高精度的 depth 图。也就是高精度的深度图啊，其实这里边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你觉得深度图可以做细节控制吗？其实传统的深度图是不可以的，因为深度图呢，就是用画面的明亮来表示这个物体距离镜头的远近，所以说呢，它更多的应该属于动作控制或者叫构图控制的一种。但是我们讲的高精度的深度图，它就可以做细节的控制。在这个深度图里边，你可以看到人物的轮廓、五官的轮廓。那整个衣服的这种样式，那所有的这些关键性的元素呢，都可以在这个深度图里边体现出来，是不是很神奇？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种高精度的深度图 Marigold。它能精确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深度图的一个基本效果。我们点开一个看一下，大家注意，这个呢是我们生成的深度图，包括它面部的轮廓、头发的一些基本的细节，这个都是有的。包括手指的这基本的形态都展现的比较清楚，和我们这个参考图里边这个部分呢，其实是非常像的。包括中间这2个绒球，你可以在这里边明显的看到它的轮廓，而且它的这种深浅代表着离着镜头的远近嘛，所以说你会发现这种远近的估计呢也是非常准确的，包括裙子的褶皱。那所以说这种高精度的深度图呢，对于我们生成图像来讲呢，一般来说是有帮助的。你注意，并不是一定会有帮助，有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带来困扰。所以说呢，使用这样的一种高精度的深度图呢，我们生成的动画呢，应该在质量上呢会有更好的一个提升。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整个的一个流程的说明。参考图的部分呢，这个我就不用细说了啊，我把它缩放到了448×800。我们经过纹生图的一个主模型，这个我们用了很多遍了啊，我就不解释了。然后上面是我们的一个 Animate Diff 的模块，这里边我使用了 Free Noise 这个技术，让它更稳定一些。那我使用的主模型呢是 SD 的 V14 这个版本。下边呢就是我们的控制网络，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contract。只不过是我们的预处理器呢换成了 Marigold Depth Estimation 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同样是一个 Apply Advanced Contract， 这个呢是一个 Depth 的处理器。这个东西生成的时候啊，它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说呢，虽然是高精度，都是我们用算力和时间换出来的。这儿我们用到了遮罩的一个部分，那我用到的方法同样是基于 Coco 的分割器。那分割出来呢，它会把人物呢给它完全的分割出来，发现它中间有一块区域呢，可能是不包含在里边的，所以说呢，这个分割呢可能不是特别的准确。基于这个 Coco 的这种分割标准呢，它的身体的颜色基本上就是2020×60，我把这个颜色取过来，膨胀10像素，把它转成了一个遮罩的部分。这个遮罩部分呢，主要是给我们的控制器生成这个遮罩的一个范围，将控制器的影响的范围呢缩小，是我们保证最后效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法。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第一个效果，这个呢非常的棒啊，包括有前景、中景和背景，因为呢我用到了SDV14 嘛，所以说它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效果。那为了保证它不出现特别跳的这种画面呢，我用了 Free Noise， 所以说这个画面效果呢就比较有保证了。当然面部呢有一些问题。那下边呢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二步，第二步呢我们是来放大。放大呢用到的还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放大手法啊，我会用一个 Upscale Model， 就是放大模型，将这个图片直接放大了4倍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它缩小到 0.35， 也就是将近 1.5 倍左右，再一次进行采样。你注意这个时候的采样系数我设的是 0.45， 采样之后大家会发现这个呢就好很多了。我并没有进行其他的特殊处理啊，然后呢我这儿进行了一个换脸的操作，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啊，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用这种高精度的深度图呢，可以帮助我们生成质量比较好的这种动画，但是的确也会有一些伤害啊，可能你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部分就是没有遮罩出来的这个部分，那它在图上会有体现吗？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注意手的这个位置，注意别看胸口啊，看手。
要不然小心我封号啊。有没有发现它突然变出来一个手链？这个是手链吧？那我们再看，我们放大之后，可能它会有一些变化啊。这个变成手表，非常明显。那么在这儿应该也看得比较清楚。那所以说这个就是高精度的这种深度图它带给我们的优点和缺点。它的优点就是你会发现生成的这个人物的身形啊和你原图呢都非常的像，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中间的这种漏洞它在这儿体现出来，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绒球这个位置。就两个球，那这两个球在这儿它怎么去体现？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可预知的物体出现，而且这种东西它调的时候非常的难调，因为呢你很难说你让别的地方都很清楚，然后让这个地方的精度降下去，所以说这就是一把双刃剑。那到底怎么去用呢？你得根据实际的情况去调整。下面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它的安装方法。首先呢，它隶属于的其实是我们的 ComfyUI ControlNet AUX 就是我们预处理器的那个部分。预处理器呢，重点介绍了 Marigold 的这种深度图的预处理器，而且它提示了，它说它能够生成非常精细的，而且锐度比较高的这种高质量的深度图。但是他也提到了说，因为这是一个 diffuser 的一个模型所以说它不能在我们现在这个仓库里边来实现，所以说呢有另外的一个实现方法，就是在这个里边。所以说你真正的安装其实不是安装它，是安装这个东西。当我们点开它之后呢，你会发现我们会进到另外一个页面。那我们安装的话就比较简单，两种安装方式。第一种方法呢，我们直接用 Manager 安装重启就行。第二种呢，我们先克隆，然后安装需要的依赖包。它获取模型呢是自动的，当你第一次用的时候，它会自动下载模型。如果下载不下来的话，你可以手动去下载，把它放到这个目录里边。但是你要注意，由于我们国内网速的问题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下载不成功。那如果你一次下载不成功，那你记得把我们 model 里边 diffuser 里边有一个叫做 Marigold 的文件夹给它全部删掉，要不然它一旦检测这个文件夹存在，它就会告诉你这个文件下载不完整，而不会重新下载。所以说你把它全部删掉，然后再重启 ComfyUI， 它就会自动下载了。那你也看到了，我们使用这种高精度的深度图的确可以还原原视频里边很多的细节，而且呢也省掉了我们很多额外控制的部分。当然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那就是速度非常的慢，这个呢没有办法当然呢我们说的到目前为止，其他的深度图呢它的表现力都没有我们今天讲的 Marigold 这个表现要好，即便是最近比较火的那个叫 Depth Anything。那我之所以没有给大家讲这个东西，是因为它的表现呢是比较中庸的，它比传统的深度图呢其实要细致很多，但是呢又没有像 Marigold 这种深度图这么高效，所以说呢给我的印象呢并不是特别深刻。具体的场景具体分析技术本身并没有好坏你可以找一个比较适合你的就可以了。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